再来，我们要修正一个问题哦，在 Unreal 里面，它会自己做曝光控制，它会模拟那个肉眼的经验哦。当你就是进入暗的空间，它会慢慢变亮；它进入亮的空间，它慢慢把光线变暗。所以你注意看这里的亮度哈、哦，你现在看到这边好像是死黑，对不对哈？现在我们把它拉近，把它拉近，好，停一下，有没有感觉慢慢变亮了？有没有感觉慢慢变亮了？好，我现在拉远哦，注意看这个地方哦，好，拉远哦。有没有看到慢慢变黑了？有没有？它这个是 Unreal 本身预设的设定，它在模拟我们肉眼观看的经验。我们进入一个暗部空间的时候呢，因为太暗了看不到，所以我们瞳孔会放大，然后慢慢适应周围的环境之后，你会觉得诶慢慢看得到东西了。哦，这是肉眼的经验，视觉经验。Unreal 它现在就是模拟这样的经验。哦，那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会有那种忽明忽暗的效果，以后你要算动画可能就会闪烁。哦，所以通常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啦。哈、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Post Process Value 后置特效处理体积，它用来控制曝光控制，就是把光线固定，然后再来可以控制流敏的各种细节功能。那我们今天只是控制曝光控制，我们不控制流敏，因为那个太细节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怎么做？一样在建立面板底下，它的视觉特效有一个叫做后期处理体积。好，这个框我用拉的哈，我用拉的，这个框会影响到这个功能的范围。哦，这个框的大小要注意哦，这个大小，我现在拉大一点，好，这样。这大小，好，这个大小会影响到，哦，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都会被影响到，哦，预设是这样，哦，注意这个大小是有体积会有关系的，哦，东西如果放在这边，如果我把它曝光变亮，它就变亮了，哦，所以这个会影响到这个范围，哦，啊，通常我们会影响到整个场景，因为场景可能会很大，开放大世界会很大，所以这个东西打开之后呢，我们会让它改变它的影响方式，哦，它的影响范围我们要把它变成无限范围，这个要勾，哦，所以这个场景通通会影响到，而不是这个框框，哦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曝光控制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exposure， 这个地方就没有完全中文化了哈、哦。好，这里 exposure 叫曝光控制，那曝光控制把它打开，然后这边选择手动，手动，这样变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手动多亮的话，自己勾曝光补偿，然后把它提亮。提亮到你觉得可以接受的，觉得合理的，好，譬如说10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刚刚那个现象就不见了。这个地方看到是这样，有点黑的，我现在拉近，它就这样黑黑的，不会再变亮了。好，它就不会模拟瞳孔的肉眼经验。哦，所有的光线就是恒定的，一样的，恒亮的，这样多亮就多亮啊，不够亮来改这里，你要不要这么亮？哦，好，那你就这么亮。哦，你要多少你就自己输入。啊，你觉得我要11.2可不可以？可以有小数点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好，所以你觉得你的户外光照效果怎么样才漂亮？这样就是一条。好，这个是控制整个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这个没勾哦，后置特效框这里后置无限范围没勾，它只有影响这个范围。哦，所以你必须进来这个范围才看到比较亮。我进来咯，进来，我进来这个框框，你才觉得哦好亮，有没有？可是我离开这个范围，它就不会变亮了。它影响是这个框框而已。哦，其他我离开这个范围，它就会忽明忽暗。通常这个后置特效处理框我们控制两个而已，记一下哈、哦。第一个把无限范围打勾，影响全部打勾。第二个曝光控制。曝光控制要打勾，曝光控制的英文记一下 exposure， 勾选计量方式用手动，然后曝光补偿手动，自己要多少自己加，这样好。那我们就使用了这6个户外光照的元素，营造了这个 Unreal 光照的效果。好，户外哦，室内的话会比较复杂一点，我们先不管室内哦。好，这边我开10.5，好，亮度你自己抓。再来，我们简单做一下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没有办法再去 Sketchfab 下载其他模型哦。建议各位就是透过 Sketchfab 再去下载其他的一些商城资料哦。那这些模型很多，你可以下载来布置成一个游戏场景哦。好，那这边时间关系，我就自己复制哦。Unreal 复制物件方式是按住 Alt 加拖曳就可以复制 ，Alt 加拖曳。
好，那这边的场景你就要精心设计一下，怎么做才可以让你未来以后做游戏场景，成为一个游戏设计师应该要有的 sense， 你自己要学会怎么去摆设。那地板后面我会再讲一个材质怎么做，那也可以把它赋予上去。我现在就先抓现成的这一个，这样，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暗了？所以我可以透过曝光控制来再提亮，因为黑色会吸收光线，白色会反弹光线。刚才地板白色会反弹很多光线，会让它觉得太亮。那你现在加了材质之后，可能显得过暗，所以我们随时要来调整我们的曝光亮度。不要去改太阳，太阳你可不可以控制它的亮度？通常不行，它不是灯光，它是自然光，它不是人为的灯泡。我可以拿掉一盏灯，我可以把一盏灯关掉，可是太阳你不能控制它。所以我们只能用眼睛适应它，所以用的是后置特效处理框的曝光值来控制它，好，所以这是用物理的概念、物理角度来理解的哦，好，那这些你就自己摆设，透过移动旋转缩放，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怎么去做移动旋转缩放，利用 QWER 这样来摆设，就会成为一个游戏的展览场景，这样。最后介绍一下输出作品，输出作品 Unreal 的截图方法，透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高分辨率截图，有没有？好，用这个方式哦，好，怎么截？好，萤幕1:1，我们就使用截图的萤幕比例，就萤幕的比例1:1，好，获取，咔嚓，好咯，在这里哦，这里哦，右下角哦，好，打开，好，在这里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打开，好，这样，它也是利用萤幕拍照的方式，但是就是截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是不是这个比例？好啊，如果你想要全萤幕，怎么全萤幕？好，记一下沉浸模式。好，再透过这个选单选择高分辨率截图。好，咔嚓，好了，在这里点这个路径打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全萤幕，这个是这样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全萤幕。好，请交全萤幕。那有没有看到这个游戏物件？这个也不要看见，因为不好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做完美一点哦。所以游戏物件关掉，有没有看不见了？然后再开沉浸式模式，这两个请记快捷键，会让你工作上更顺利。然后使用高分辨率截图，咔嚓，这样，然后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作品了。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作业，请教你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个简单的游戏场景。OK， 好，那今天主要就是介绍如何使用商城的资料放进来，把它丰富化，然后利用户外光照6个要件，营造出自然光照的户外场景。OK。